秋迪小姐。啊，小姐，你为什么不说话呢？燕13，你说，要是我跟爹说我们已经见过谢晓峰了，他会怎么样？小姐，千万不能把这件事情告诉庄主。可是，我真的很想交谢晓峰这个朋友。小姐，如果你告诉庄主的话，他一定会阻止你，说不定怎么样？说不定庄主会下令，再不允许你离开山庄一步的。还说呢，都是你不好。我？是啊，每天跟你一起出来，你不是练剑，就是在这儿发呆，你不觉得闷呐？可是我们以前一直是这个样子的，你不是一直很喜欢陪我练剑的吗？以前是以前，现在不一样了。那你喜欢去哪里玩？我陪你去。真的？只要你喜欢，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呢？那好，现在我想一个人出去走走，你别跟着我啊。哎，秋迪小姐，那你别跟着来哦，否则我再也不理你了。我不是叫你别跟着我吗？干嘛还偷偷跟着我？信不信我真的不理你？慕容小姐，是我。是你？你怎么找来的？哎，秋迪，你怎么了？好像心事重重的样子。我在想，我们这样背着家里人偷偷相会，总好像有种犯罪感。自从那次风铃跟你见面以后，我就再也无法自拔。我的脑海里每天想的都是你。如果不是偷偷来往，如果不是偷偷的跟你见面，难道你还想光明正大的在一起吗？我真的很矛盾。既然上天让我们两家世代结怨，又为什么要安排我们相识相爱呢？我们感情陷得越深，我心里就越害怕。我们两家的恩怨一天不解除，我们之间就不会有结果的。是啊，上天好像故意在捉弄我们一样。本来你跟我的立场是完全对立的，是水火不容的，以决斗的方式为家族争夺天下第一的名号。相信你爹跟我爹，他们做梦也想不到，在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不是拔刀相向，而是一见钟情。哎，你会不会把我们的事情告诉你爹啊？这种情况要是说了，就等于断绝我们见面的机会，我怎么敢冒这个险？我已经想过了，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，我就带你一起离开山庄，一起去行走江湖。说得倒容易，你武艺高强，闯荡江湖轻而易举。可我呢？爹只有我一个女儿，我又不太会武功，别说行走江湖，就是在慕容山庄里，他每天也是让燕13陪着我形影不离，生怕慕容世家树大招风，有人会暗算我。你知道吗？每天为了跟你见面，我都是提心吊胆的，生怕会被爹发现。秋迪，别这么没信心。就凭你的聪明才智，还不是每一次都撇开那燕13，偷偷来跟我见面吗？提起燕13，我就担心，他从小跟我一起长大，
我心里想什么，他一眼就能看穿。为了跟你见面的事情，我在他面前瞒得好辛苦，我真怕有一天会被他看穿。你是怕燕13知道，出卖你，向你爹报告吗？那我倒不怕。燕13虽然对我爹忠心耿耿，但是他绝对不会出卖我的。不提这些烦心事了，不然我们一不做二不休，我们一起逃走吧。什么？你要跟我一块儿私奔？要是我们想要在一起，就只有这条路。不行，就这样走了。我不在这。啊，原来你不喜欢我啊？你说到哪去？要是我不喜欢你的话，我会冒险来慕容山庄跟你偷偷的见面。秋迪，我们之间已经有太多的波折，太多的问题，你不要再胡思乱想了，好不好？那怎么办？难道这辈子我们就注定要偷偷摸摸过一生吗？秋迪，你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一定会找机会向我爹去坦白，然后我再亲自到慕容世家跟你爹去求亲。是真的。秋迪，我对你的心，你难道还不明白？你是谁呀？各位，在下是神剑山庄谢晓峰，有事要求见慕容老庄主，烦请各位通报一声。什么？你是神剑山庄的人？你来干什么？别跟他说了，神剑山庄跟慕容山庄势不两立，他肯定来寻仇的。是。哎，各位，过呀！燕13，请你让开，我要见慕容老庄主。三少爷独闯慕容山庄，你究竟有什么目的？我是来见慕容老庄主的，等见到了慕容老前辈，我自然会说明来意。你想见庄主，还是先问问我手中的这把剑吧？住手！老夫久闻江湖盛传，三少爷嫉恶如仇，年少有为。今日一见，果然是名不虚传。慕容庄主，您太客气，晚辈也久仰庄主的盛名。想不到三少爷竟然独闯山庄，难道是为了18年前决斗之约而来？老夫在1年前就写信给贵庄庄主，慎重说明我们两家的决斗就此取消，慕容山庄自愿退出，不再与神剑山庄争夺天下第一家的名号。以后我们是井水不犯河水。三少爷，你还来做什么？慕容老前辈，您误会了，晚辈今日前来，并非为了决斗之事。再说，天下第一家的名号，也只不过是皇上的封赐，我爹他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。一直以来，我爹他老人家也希望我们两家的恩怨能够解除，大家和好。哦，难道谢庄主真有和好的念头？这是千真万确的。再说，怎么样？老前辈，自从晚辈和令千金、秋蝶小姐邂逅后，一直都情投意合，所以晚辈今日特意前来拜会，请老前辈成全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跟秋迪，你们怎么会见过面？不，这不可能，我不相信。燕13，这件事究竟是不是真的？回禀庄主，太突然了，我从来没有听小姐说过。一定是她，是她一厢情愿，故意胡说的。慕容庄主，晚辈和秋迪小姐的相恋，已经到了相知相许的地步。因为我们两大世家的不和，所以我们都不敢让人知道。如果老庄主您不相信的话，大可以向秋迪小姐了解清楚。我自然会查明一切的。
不过，我再次向你声明，神剑山庄和慕容山庄是井水不犯河水。无论怎么讲，我不会让秋迪再见你。我的女儿是绝对不会嫁给你的。慕容前辈，请你自重。你走吧。慕容前辈。哼！爹，谢晓峰真的来了吗？他人呢？你到底还有没有羞耻？不止偷偷和男人幽会私定终身，还让人家找上门来。你气死我了！若传出江湖，我慕容正的女儿这么不知羞耻，我还能见人吗？爹，你快告诉我，谢晓峰怎么样了？你到底把他怎么样了？他已经被我赶走了。什么？你赶走了他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你知道谢晓峰是谁吗？他是神剑山庄血遗孙的儿子。那又怎么样？我就是喜欢他，难道爱一个人也有错吗？本来这件事情我不想告诉你，但是到了这种地步，我也不能再瞒你。神剑山庄和慕容山庄一直就有恩怨，他们向来对我们都不怀好意。我肯定，今天谢晓峰贸然踩上山庄，一定有问题。不会的，晓峰说过，他们家早就想跟我们和解了，他真的不是来寻仇的。你是被爱情冲昏了头了。爹，其实18年前你跟谢庄主的恩怨，我早就知道了。什么？你明明知道还和谢晓峰，你到底还要不要脸？是不是想把爹气死啊？爹，我只知道，爱情本身并没有错，错的是你们上一代的恩怨，为什么非要我们下一代来承担？这对我们是不公平的。我慕容正一世英名，想不到慕容世家在我的手里竟落到如此的地步。我虽然只有你一个女儿，不能光宗耀祖，为慕容世家争气，但是我绝不答应你嫁给神剑山庄的任何人。爹，你怎么能这样对我？我和谢晓峰是真心相爱的，为什么你们总是为了那些莫名其妙的武林第一而争得你死我活，还要断送我们的幸福？你说你会疼爱我，其实你疼的是慕容山庄的面子。不要再说了，总之除了神剑山庄以外，不管你想嫁谁，就算你大师兄，我也不反对。爹，你不要逼我，我从来没有喜欢过大师兄。燕十三，给我好好看着他，不许他离开山庄半步。哼！大人，你来了。陈宇，你身上的花香真的很迷人呢。大人已经好长一段日子没来了，陈宇还以为大人把陈宇给忘了。怎么会呢？陈宇的倩影永远都活在我的心里。真所谓沉鱼落雁，闭月羞花嘛。大人是不是感觉到陈宇的思念，所以就来了？想来的时候，我自然就会来。陈宇思念大人，可是陈宇却知道，大人心中爱的根本就不是陈宇。你说的没错，我心中爱的是另一个人。陈宇要是你的小师妹，那该多好啊！你后悔了？陈宇不敢。既然燕王把陈宇赐给了大人，陈宇就是属于大人的了。不管大人爱是不爱，陈宇忠心燕王，同样也会忠心于大人，永远都会在这听涛小竹等着你。我知道你和燕王一直有联系，燕王对我好，我是不会忘记的。
小姐，燕13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不是一直对我很好的吗？如果你不想我难过，你就放我出去，我要去见小峰。小姐，你冷静一点好不好？庄主他不会让你去的。你要是不想急死我的话，就让我出去。有件事，我一直就想不明白。你和谢晓峰，你们是初次见面，而且还产生了误会，他更出手伤了你。而且当时，我已经把2大世家的恩怨分析清楚，让你知道。我以为你已经死心了，可谁想到，你们竟然还会产生了感情。你不明白？好，那我就告诉你，感情上的事，有的时候是很难控制的。很久以前，我就听人说起三少爷在江湖上的英雄事迹，我就一直很仰慕他，很想见他一面。小姐，你听我说，那些传说都是经过渲染的，不可全信。不管相不相信，我对谢晓峰的心始终不会变的。难道你们那份短短的感情，就比得上一个默默从小跟随你、青梅竹马、一心一意的在等你、对你好的人吗？其实，那个人他已经喜欢上你了。你说的是大师兄吗？我也知道他喜欢我，可是我并不喜欢他。不是大师兄。那是谁？这是你的香囊，难道你忘记了吗？这个香囊我找了好久，原来在你这里啊。哦，原来你说的这个人就是你自己。这个香囊我一直很小心地珍藏在身边。燕13，你误会了，你真的是误会了。我说的那个心里喜欢的人，根本不是你。什么？不可能！你当时对大师兄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你根本没见过谢晓峰。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会暗恋他呢？爱情就是这么奇妙。总之，你只是个剑痴，只懂得你的夺命13剑，你根本不会了解女孩子对爱情的憧憬和那份微妙的感觉。现在一切已经说明白了，燕13，如果你真的希望我开心，你真的对我好的话，你就放我出去，我非见小峰不可。姑娘，请留步。你是谁？你就是慕容山庄的慕容秋笛。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？你到底是谁？我知道你是来找谢晓峰的，可他不会再见你了。为什么？他现在在哪里？这一点你没有必要知道。我在这里等你，就是想要告诉你，小峰这一辈子是绝不会娶你为妻的。什么？不可能！我不相信！你凭什么这样说？难道你是神剑山庄的人？是的，我就是神剑山庄的庄主谢玉孙，也就是谢晓峰的爹。什么？你就是谢庄主？你已经都知道了？我什么都知道了，小峰把什么都告诉我了。你想跟他在一起，是绝对不可能的事。为什么？谢庄主，我以为你会明白事理，没想到你跟我爹一样，为了你们上一代的夙愿，居然牺牲我们的幸福。你们这样做，难道就不觉得残忍吗？残忍？慕容小姐，这只能怪你们两个人的命运，因为你们两个一出世，就注定是要对立的。不，所有的恩怨都是你们上一代造成的，
为什么要让我们下一代来承担？这对我们不公平。小峰是我的儿子，谈不上什么公平不公平。他身在神剑山庄，永远也无法改变自己的身份。而你，何况不也是这样吗？我相信这门婚事，慕容正也是反对的。既然是痛苦的姻缘，就应该早一点挥剑断情。不，我绝不会妥协的。那好，我倒要问问你，如果小峰不能和你在一起，你打算以后怎么办呢？我这一辈子，除了谢小峰，谁也不嫁。啊，小峰，小峰，真的是你吗？我以为这一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。秋蝶，你刚才说的话，我全都听到了。这究竟怎么回事？你爹不是说不准你再跟我见面吗？怎么你……其实爹刚才是在试探你。谢庄主，真没想到，我的儿子竟和慕容山庄慕容正的掌上明珠两情相悦。事实上呢，这何尝不是一件好事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我以为……秋蝶，我已经跟爹说明一切了，爹也觉得我们两大世家联婚是一段很好的姻缘。难道谢庄主准备跟我爹化解恩怨吗？神剑山庄和慕容世家的恩怨结了几十年，再这么斗下去也没什么意思。有道是冤家宜解不宜结呀，倒不如趁这一次联婚的机会，将两家的恩怨化解，化敌为友啊！小峰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是真的，我想我们再也没有什么阻碍了。秋蝶，想起来啊，我也有10几年没有见过慕容正了，也是应该去见见这位老朋友了。小峰啊，过2天咱们就到慕容山庄正式提亲。谢谢庄主。女大不中留啊，生儿子不何尝也是这样呢？我就是怕失去一个好儿子。可是爹，慕容老庄主曾经拒绝过我的提亲，我恐怕……不怕，只要我送给他一件礼物，我相信他无法抗拒。师父，师父，师父不好了！神剑山庄庄主和3少爷带着一批人闯进我们山庄了。什么？岂有此理！谢玉孙简直欺人太甚！庄主不必担心，属上马上带人去阻止他们。慕容庄主，慕容兄，谢玉孙，1年前我已经主动取消决斗之约，你还来干什么？慕容兄，10几年没见，你风采依旧，而且脾气不减当年呢。今天我不是来找你比武的，而是来送礼的。送礼？来啊，掀开看看。这张牌匾不是？正是，这就是当年先皇御赐的天下第一家的牌匾。我今天特地把它带来，送给你的。谢玉孙，你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？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慕容兄，这是犬子小峰，你是应该见过的。晚辈谢晓峰，拜见慕容庄主。3少爷不必多礼。谢玉孙，你还是快点说明来意吧。想当年咱们2大世家共同为大明效忠，虽然皇上御赐了这块牌匾给神剑山庄，可今天我却觉得这块匾应该让它留在慕容山庄才对呀。
谢玉孙，当年我们说好让下一代以武力决胜负，争夺这块匾。可现在这场决斗根本没进行，我也没有胜过你。而且我在信中说得很明白，准备金盆洗手，退出江湖，不再和你斗下去。你却突然让出这块匾，似乎有点让人匪夷所思啊。既然慕容兄没有争斗之意，那何不将咱们两家的恩怨一并化解啊？啊？难道谢庄主今天带着三少爷前来是来提亲的？在下和犬子确实是诚意前来提亲。犬子和令千金相恋，相信慕容兄早已知道。两个孩子情投意合，珠联璧合，这对咱们两大世家来说，应该算是一件美事啊。不知道慕容兄愿不愿意和神剑山庄冰释前嫌，成全这门神仙美眷啊？我知道，你一定会来找我的。上次是因为小姐在，所以我们无法真正的比试剑法。莫非你是来找我挑战的吗？上次一别，已经是数个月以前的事情。这场决斗始终是免不了的。时间地点由你定。好，3个月之后，10月19，我们再决一胜负。好，我们一言为定。小风，小风，叶13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小风，你们……叶13，你这段日子都上哪儿去了？不声不响的离开了山庄，害得我跟我爹都担心死了。你为什么要不辞而别呢？我没事，我只是有点重要的事情要去办而已。什么重要的事情？你为什么突然要找小风？你快说，你们到底有什么事？我真的没事。小迪，燕13是来找我决斗的。什么？决斗？燕13，你到底在想什么？神剑山庄跟我们家的恩怨早就解除了，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还要找小风决斗。谢小风，刚才我还有话没说完呢。这场决斗只是你我之间的事情，和慕容世家一点关系也没有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会等你。你们到底要干什么？小风，你们都疯了！为什么要决斗？燕13，你到底是为了什么？难道是为了我？小姐，无论你做什么决定，我燕13都心甘情愿的接受。小姐，恭喜你。小风，我求求你不要跟燕13决斗，好吗？燕13是个孤高气傲的人，他的剑也一样的孤高气傲。他恭喜了你，却始终没有恭喜我。我们决战的日期已经定下来了，是10月19。10月19，10月20是我们成亲大喜之日，你们怎么能？秋弟，燕13的这一战是为了你而战，他的目的是想在你我成亲之前将我打败。谢小风，我一定会将你打败的。
小风，你还记不记得以前我们在这里约会的时候，你写了一首词？佳期如梦，冷顾鹊桥归路。两情若是长久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。本来我好焦急地等待10月20我们大喜之日的到来，可是现在我却好害怕。小风，你真的要去赴燕13那个不见不散的决战吗？我们已经约好了。约好的事你从不更改。从不。就算是最后一次约会。最后一次约会。我见过你的剑法，也了解燕13的剑法。你认为我没有打败燕13的机会？你的剑法已经浑然天成，几乎已经超越了剑法中的极限。其实我已经跟燕13交过手，他的杀气，还有举世无双的夺命13剑，早已是名震江湖。以他的身手留在慕容山庄，对他来说，的确是很委屈。燕13虽然是慕容山庄的家奴，可是一直以来，他也为慕容家解决了很多的事情。我爹年纪大了，我又不懂武功，要是没有他，慕容山庄早就被那些上门寻仇的仇家夷为平地了。燕13的家奴身份早就已经解除了，可是他还是死心塌地地留在你跟你爹身边。你应该知道，是什么力量使他心甘情愿地留下来。我知道，是我辜负了燕13，我对不起他，都是我不好，我应该早点发现他对我有意，好早一些跟他说清楚。秋弟，你希不希望燕13被我打败？燕13很清楚，你的剑法中没有破绽。有，绝对有。你很清楚，不是吗？燕13的夺命13剑还没有办法击败这个破绽，只有你才能帮他把我击败。你知道，自始至终，我都不希望看到你们两个决斗。你知道，夺命13剑只要稍加变化，就能置我于死地。我知道，那是夺命14剑。秋弟，你要相信我，我是绝对不会辜负你的。我们那么辛苦才得到这段姻缘，我们一定会白头偕老的，这不是你我一直都期盼的吗？要是我们愿望达成，那燕13岂不是非死不可？你会不会杀了燕13？秋弟，你不想让燕13死？好，我答应你，绝不杀他。可是两个高手决战，必定会有一个倒下。就算你们肯放过对方，你们的剑也不肯。你不愿杀燕13，最后死在剑下的，就必定是你。说真的，就连我自己都无法预测将来的局面会发展成什么样子。在江湖之中，我曾经大大小小面对过无数次的决战，但是这次跟燕13的决战，应该是最困难的。既然你们都是为了我，那我求你不要去跟燕13决斗，好不好？唉，这些都是命运的安排。就算没有你的出现，我跟燕13的这一战也是难免的。自从我第一眼见到他的时候，我就知道，这一天早晚会到来。小风，皇上，是否要奴才传召御医，为皇上诊脉就医？不用了，朕有好几天没有上早朝了。皇上龙体欠安，应先静心休养，龙体才能得以早日安康。太子求见。传他进来。是。皇上宣召太子进宫。儿臣叩见父皇。免礼。皇儿，什么事
要予以见证呢？儿臣得知父皇龙体违和，特前来问安。欲知父皇服下御医之药方后，是否有起色？父皇日理万机，千万不可累坏身子。就算是病愈，亦要调理好身体，才是天下百姓之福祉啊！朕只是感染风寒，吃了药就无大碍。皇儿孝心，朕心里明白了。朕身体并不重要，只是朝廷上的事让朕心烦呐。父皇，朝中有什么大事可交由宰相处理，您先养好身子吧。皇儿有所不知，朕觉得燕王野心勃勃，日益壮大，气势宏伟，近日里更是招兵买马，密谋造反。所以朕已经下了诏书传位于你，不久你将是继承大明江山的真命天子啊！儿臣叩谢皇恩，愿父皇鸿福齐天，福寿双全，长命百岁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皇儿平身吧。谢父皇。皇儿要切记，最重要的是不能让大明的基业落入旁人之手。至于朕是否能长命百岁，已经不重要了。哇，小姐实在是太漂亮了，就算是仙女下凡，也比不上小姐你。爹，庄主，我有事和小姐谈，你先出去。是。秋迪啊，明天你就要出嫁了，爹唯一的掌上明珠就要离开爹的身边了。爹，怎么，是不是心里舍不得爹，所以脸上一点笑容也没有？爹，孩儿会经常回来看您的。傻孩子，嫁出去的女儿怎么能常往娘家跑？那样啊，婆家会不高兴的。哎，爹本来还遗憾只有你一个女儿，这一辈子也不能打败神剑山庄了。没想到你却和小凤相恋，让两家的世代恩怨不化而解啊！爹，其实孩儿现在心中是担心三少爷他……哦，原来你不开心，并非是舍不得爹啊！爹，哎，爹虽然明白待嫁女儿的心情，可是你和小凤是两情相悦，因相爱而结合，你应该感到高兴才是。明天就是大喜之日，爹不明白你为什么还是一脸的愁眉不展呢？爹，孩儿没事的，您还说孩儿呢？您自己脸上还不是没有一点宽容之色？您一定舍不得女儿出嫁，对不对？傻孩子，爹能看到你嫁到如意郎君，感到很欣慰。不过好像有一个人很不开心，失踪了好几天。爹，您说的是燕13？是的，看样子他是不准备参加你的婚礼了。我不明白，他从小就跟着你，你的喜怒哀乐一直是燕13最关心的。可现在你成亲这么大的事儿，他竟然会不辞而别。这孩子在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呀？爹，其实燕13他……庄主，神剑山庄的人送聘礼来了。哦。参见庄主。免礼。庄主，
我家庄主吩咐在下，将明日迎娶的聘礼送来了。哦，好，你们远道而来，辛苦了。我已吩咐几桌酒菜，好好款待各位。多谢庄主。请问三少爷何时前来迎亲呢？我家三少爷明日午时之前即来迎娶。哦，小姐，神剑山庄的人还没来，你的心早已经飞到他们那儿去了。死丫头，胡说什么？神剑山庄的管家不是说了吗？三少爷明天中午10月19午时之前就要来迎娶你了。啊！小姐，你上哪去啊？你别跟着我，我不需要你服侍，你留在庄内吧。可是明天就是小姐的大喜之日，庄主吩咐过，你不可以出门的。我要去找三少爷，你别管我。小姐，你千万别去找三少爷，不吉祥的。我现在不去，明天三少爷就来不了了。为什么呢？我不想他们任何一个人丧命。小姐，明天就是你的大喜之日，为什么你一直说这种不吉利的话呢？你不会明白的。燕十三和三少爷立下战书，准备决一死战。我一定要去阻止他们，要不然这场婚事就会变成一场悲剧啊！我不要看到他们任何一个死，我一定要去，你不要拦着我。小姐，小姐。山北望，龙骑卷马，长嘶剑气如霜。心似黄河水茫茫，20年纵横间，谁能相抗？恨与狂，肠道所向，多少手足忠魂埋骨他乡。可惜百死保家国，人叹息更无语，血泪满眶。马蹄单去真北望，真北望曹秦皇尘飞扬。我愿守土不开疆，堂堂中国要让四方。山北望，龙骑卷马，长嘶剑气如霜。心似黄河水茫茫，20年纵横间，谁能相抗？恨与狂，肠道所向，多少手。